接下来是这个角色的懒人包，基本上你可以不抽，但你一定要叫你朋友抽。抽到的话，我会建议练到3星就好，练到5星，虽然它的确对猎战内帮助挺大，但是这个角色我觉得没有那么的需要到练到5星。然后装备选择的部分，你只要渐你的刻印够高就好了。装备技能选择基本上第1阶右边，第3阶右边，第5阶左边，第7阶右边，第9阶左边，第11阶左边，这样子就 OK。然后基本上是这样子摆。塔罗就用愚者的天真或是命运的抉择。今天我们来介绍铃兰之剑的新角叶加内，职业是守望者，能走3格，阵营是埃拉曼还有列阵如林。埃拉曼的光环主要在我们的路卡马尔身上，而我们列阵如林的光环则在阿坎贝身上。阿坎贝13阶和他还有些许联动，这个我们待会再提。再次重申，他们右边的能力值因为少了羁绊的关系，所以会比实际上能力值再低一点。接下来是角色身心的数值，待会会显示在荧幕上，请大家自己看一下。接下来我想稍微介绍一下光能晶石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有一个简单的介绍，但自身100%基础攻防属性和120%基础生命值，它们看似效果一样，但其实完全不同。基础攻防属性可以看到这边，它就只吃这个地方的基础攻防属性，也就是说，它的武器的装备技能，它的刻印共鸣。其他在场内的 buff， 然后还有塔罗的这一个技能，它都是不吃的。但是我们的生命值就不一样了，像是我们的星辉之仪的生命值提高，我们愚者的天真的生命值提高，这些都可以吃到。基本上你入场之后才会吃到的能力。攻防属性都是不吃的，只有生命值会吃。接下来我想提一下修复如初2这个属性，它这边写着每层受到伤害降低 8%， 可叠加，并召唤光能晶石时使其获得3层。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它的减伤就是3去乘以 8%， 也就是 24% 的减伤，但其实如果根据以前的计算方法来看的话，它的计算方法其实是受到伤害 92%， 互相乘以3遍，然后用1去减掉，最后获得数值会是 22%。它并不会像大家原本可能以为的一样是 24%， 虽然只差了 2%， 但是如果再与更多的减伤来叠加的话，它的差距会越来越大。最后是惊人折射，这个词条会和光能晶石做联动。当光能晶石被打的时候，它本身就会触发惊人折射，而叶加内被打的时候，根据它这个词条，它会使光能晶石分摊 50% 的伤害，并再让光能晶石触发惊人折射。这个效果在被动伤害也有效，像是你走进敌人的警戒，或是被萨曼莎的标记打到，也会触发这个惊人折射，而被再用筒打到的时候也会触发这个惊人折射，但是明星不触发。明星就是科莱丹萨的专武，效果是牺牲自身 40% 当前生命值，回复1点能量。这个牺牲 40% 当前生命值不会触发惊人折射。假如是2个叶加内互打的话，就会变得很精彩的攻防战。
就像这样，网络互打免费。关于升星建议的部分，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其他要升的角色，再升它就好了。然后练到3星也就够了。到5星算它的增加蛮可观的，特别是那个战斗开始改成战斗开始及每回合，也就代表说它能量循环其实会比现在更好一些，但是它其实应该不常会上场，它的强度本身也没有到一个需要5星的地步。接下来是技能选择的部分，它初始技能是治疗术，这个很多捕师都有，没什么可看性。1阶技能，因为它非常需要能量的关系，我会推荐右边，比较有机会用得到。3阶我会优先推荐右边，可以让它的光能晶石伤害更高。左边虽然看似很多字，但其实大部分的效果，或是说大部分有用的效果，都只作用在自己和光能晶石上。其他像这边呢，你看它看似可以让己方获得很多加成，什么风息粉尘，然后驱散、禁止受治疗和受治疗减少、再生2和一个2级增益，但这些大部分对于角色来说都不是特别重要。2级增益其实已经过量了，其他东西呢也不是一个大部分场合会用得到的技能，而它这个最后治疗自身和免伤2以及获得护盾这几种对队友特别有感觉加成的部分，只有自己，甚至说没有光能晶石，除非他用上之后会介绍到的另外一个技能，才能够让光能晶石一起获得。而这个镜反的部分呢，它看似很好，但它仅只有被敌人攻击时才会触发，也就是说之后有一个技能的话，也无法用到镜反2的效果。5阶技能建议左边能工巧匠，右边这个技能其实用处不大。7阶的话会建议重构幻光万华镜，这是这只角色输出的核心。最重要的效果是这个，触发其惊人折射所有剩余次数，以及额外2次无消耗次数。虽然每次造成 120% 伤害只有第一次，第二次只有 70%， 后面全部都只有 20%。 而在时辰解放时，会在攻击前对目标施加魔防降低3，减 60% 敌方的魔防，和对任意目标首次攻击时造成的伤害和攻击提高 40%。 对于它这个 120% 的倍率其实是相当大的加成。可惜的是，这个惊人折射它并没有办法触发我刚刚说的重构镜反，它镜反2的效果，也就是说会额外增加2次，并攻击提高 40% 的这个效果。再来是左边聚光重塑，这个其实有点难说，它其实并不差，但是问题是它破坏物品，包含己方的物品，在很多时候对战术会有很大的影响。然后它的单体攻击造成 140% 伤害，必须要是这 140% 伤害去击杀敌人，才能够获得这个3点能量和6层解放的效果。日に直面しなさい。木を見て動こう。私たちが探しているものは何かしら。諦めなさい。命に木を見て動こう。日に直面しなさい。命に値することなの。そうするわ。木を見て動こう。
而这个物品基本上碰到就是必爆，然后它会对己方的物品，例如铃兰棋子还有王女的棋子都会造成破坏。而这个破坏虽然也会给3点能量和6层解放，但是你真的要牺牲这2样的加成来换取这3点能量和6层解放吗？当然不排除以后可以上艾达让他破坏箱子来额外获得这3点能量和6层解放，但是目前来说其实用处真的不是很大，更多是为了后面这个效果，使光能晶石可以恢复如初的层数，并造成穿透伤害，让来触发惊人折射的伤害。再来是第9阶普攻，我自己是选择聚焦级，主要是因为配合其他颜色来看的话，它看起来比较好看。而右边回能级其实大家都很熟悉，就是你真的没有能量的时候打一下，可以额外再给你1点能量。再来第11阶匠心，匠心这就是我刚刚说配合重共进反的能力，它只有在装备这个技能的时候，你光能晶石才能够吃到这一个效果，也就是治疗、免伤，还有双护盾，以及10层解放时获得的护盾值提高。没有匠心的前提下，你的重攻技反只作用在叶加内身上，但装了匠心，你必然会受到它后面这条的影响，也就是会使你的伤害倍率下降 15%， 换成生命 20% 的生命摄取。第11阶右边就是很浅显易懂的伤害提升，并且会给予解放和冷却。那现在所有技能都讲解完之后，我稍微说一下我测试的一些结果，像是它的石头其实不会触发霍马用鸟追击的能力，而小锁圈选，也就是小锁的普攻，还有那一招围殴技能，它不会让晶石跟着一起打。相手の作戦はビスケット分けてやるよ。了解。私たちが探しているものは何かしら。昔日の映画、今ここに。相手の作戦は然后它的攻击在小手的机动队标记下，也只会吃到那 15% 的攻击加成，后面的伤害加成也都不会吃到。刚刚有提到阿坎贝和叶加内有联动，那具体来说就是阿坎贝的极限解放破晓的号角，释放杀戮之刃时，会对范围内己方召唤角色造成生命值 1% 的穿透伤害。那这一个就能够触发叶加内光能晶石的惊人折射。而什么是杀戮之刃呢？那就是使用摔杯为号的时候，会让场上所有暗影刺客释放一次杀戮之刃，在这个地方。那也就是说，当我使用摔杯为号之后，那叶加内的光能晶石就会打2次。基本上，如果要疯狂输出的话，那这个配法还不错。它能够让幻光万华镜每回合都能够使用，只要配上一个塔埃尔的话，而5星的话，则能够每一回合都直接使用幻光万华镜。另外一个配法呢是这样子，它是利用重构进反，让叶加内和石头2个都能够坦伤害，然后用聚光重塑去做一点单体的伤害。但其实这个玩法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有优势，
我本身还是比较会推荐这个玩法的，不用再去额外点其他技能。因为叶家内装备不太吃装备技能效果的原因，所以通常只选择功能性装备给叶家内，特别是能量循环啊、增加召唤物攻击等等技能。那首先第一个当然是他自己的专属，待会会秀在荧幕上。再来呢，就是丰饶法杖，这能够提供他能量回复，虽然是几率性的。再来呢，则是生机眷恋，这其实基本上还比他自己的法杖还要强，只是他可以让另外一个人携带，然后自己携带他自己的专属。再来就是这一个玄世影香，基本上需要的是它的移动力。接下来装具选择的部分，基本上功能性都是考虑功能性而已。首先，春风它可以自己治疗，然后还可以驱散自己的检疫。然后花俏礼帽可以免疫干扰。然后特别说一下血色幽灵，这看起来能够提高它自己的效果，但是也不会提高它自己的效果，因为它制造的是召唤物，而不是物品或触发物。另外补充一下，法夫纳其实也还不错，它能够提供移动力，然后它自己的鲜血咒铠，它降低攻防属性吃不到，因为进场吃不到所有百分比的加成与减益。基本上刻印我推荐的是渐渐，让它的基础数值越高越好。刻印藏杯其实也可以让它的刻印共鸣能够恢复能量和 CD。不过如果你会使用聚光重塑的话，那也不是不能考虑数值优先的装备，例如扩散人境、星辉之仪这种装备。装具也能够考虑守护正义之盾、原石沙漏这两样直接加数值的装备。而塔罗的部分，一个是愚者的天真，能够增加魔法攻击和生命，但是后面这伤害还是不生效。再来就是命运的抉择，命运之轮里面有一个效果是能够回能的，也对他自己本身有帮助。假如你真的要玩他自己单体伤害的时候，那你也可以用法皇。以上就是全部内容，那剩下的就是题外话。他给我长得就很像是《重返1999》里面的37一样，这个发型、这个装扮，只是他的年龄更轻一点。那还有每次说他的那个幻光万华镜的时候，我一直想到幻想万华镜，这个好孩子不用查没关系。然后我想说改人声会比用 AI 贴上好一点，但是没想到我花的时间反而更多，然后我一直重录，因为我想到一半就讲错，然后吃螺丝什么一大堆有的没的。